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湘西白云山自然保护区的山脚之下，在这边刚刚进村的时候就发现了一栋闲置的房屋，房子呢是破破旧旧的。通过和村里面的老乡才了解到，这栋房子在12年前，主人家呢花了将近有13万左右建的一栋房子，建好了之后只住了2年多。然后房子呢就荒废在这边，他们举家搬离这里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在农村里面，基本上想要搬离一个地方，要做出很大的一个决定，要远离自己的亲戚朋友，甚至于兄弟姊妹还有父母。那为什么这个主人家要举家搬离这边，把房子都不要了呢？荒废在这边呢？带着这个好奇心我们就走进这栋房子，近距离的去看一看。这个老人呢是这户主人家的妈妈，他们家总共有2兄弟。刚刚这个老人告诉我，现在这个小儿子已经很多年没回来看他了。他每次路过小儿子门口的时候，总感觉自己亏欠了许多。他说事情是这样子的，以前小儿子和大儿子刚分家的时候，其实原本在家里那边还有房屋地基的，但是呢老大不让，然后这个小儿子呢没办法，就出来随便找了一处地方建房子。然后当时2个老人家呢也没阻止，相当于呢让小儿自己出来建房子，把家里的宅基地全部留给了老大。然后小儿子呢就在路边找了这么一块地建了房子。建好房子之后，基本上就是如我刚才所说的那个现象，没有住几年，然后一家人呢就举家搬走了，房子呢就留在了这边。当时如果就像刚才老母亲说的，当时如果平均一点，就是说给小儿子也留一个宅基地的话，那这个小儿子就不会搬走，然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。他现在觉得非常的愧疚。当然他也说老大太强势了，给自己的兄弟都不留一条路，所以也造成了2兄弟如今像反目成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。确实在农村关系到自身的利益，这样的现象非常多，在我们村里面也有。在房子的门口是一条进村的主路，都是水泥路面，将近宽约有6米左右。然后这边距离县城将近有16公里，距离镇上有8公里，实际上交通也是挺方便的。这个地方呢都属于白云山自然保护区的范围之内。然后整栋房子呢就建在路边，底下是一条峡谷，常年呢有一条小溪流着水。整栋房子几乎是没有院子的。然后这边呢进村的道路就是他们家平时生活起居的一个院坝，所以呢整栋房子住在这边是比较吵闹的。刚刚我也问了村里面的老乡，我说这户主人家怎么建好了房子之后住了2-3年就不要了呢？房子一直没有打理，就变成了如今的这个样子。村里面的老乡告诉我说住在这边生活条件太艰苦了，然后整栋房子呢它的地势也是非常的不理想，当时花了10多万建了这栋房子。当建好了之后，这户主人家就后悔了，本来想把这栋房子卖给村里面的人，当时的价格可就2-3万块钱，想卖给村里面的人。但是呢村里面的老乡
都嫌弃这个位置不好，所以呢房子也没有卖掉，然后这户主人家呢也没有继续在这边住，所以将近8年的时间，房子就变成了如今的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栋房子的一个地形。这边以前是有一间厢房的，盖的呢也是一个斜面的屋顶。这个屋顶现在所有的领子瓦片都已经全部坏掉了，只剩下了这些砖墙结构。可以看到这也是水泥砖砌的一个房子。整个这间厢房呢将近有6米的进深，开间呢有3.8米左右，有10多个平方吧。整个地势呢是非常不平坦的，然后整个房屋的地基呢基本上是沿着这些山石而建。以前建这栋房子基础是非常难做的，它是建在一个相当于一个高坎之上，底下呢是很深的一条峡谷，这边距离峡谷的底部将近有20米之高左右。房子呢就建在这个崖壁的上方，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整栋房子进深将近有5到6米左右，砖结构的房屋。然后建好了之后，基本上是没有过多的一个装修。屋顶呢盖的也是本地的青瓦，长时间没有打理整个屋顶现在基本上都已经看不到了。然后这一块的砖墙都已经掉落下来了。房子的外墙呢贴的是白颜色的瓷砖，这样的建筑风格一看就是10多年之前的。现在建房子瓷砖都是贴那种比较大张一点的，这是小块小块的瓷砖。刚才我说了，这栋房子是上下2层的结构。然后我们从这边走过去看，就发现这栋房子很奇怪。然后它的1楼位置呢是在尽头的这块，那边呢还留了一道小小的房门。整个1楼呢全部都是一些碎瓦片。然后在2楼的位置是没有地面的，相当于呢整个房子的楼层高度有7到8米左右，就这么高，空荡荡的，中间呢也没有隔开，是不是很奇怪呢？然后这边还留了一道房门，这也是实木结构的门呢。其实整栋房子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1楼和2楼交接的位置有很多砖孔，就在尽头的那块位置。以前呢应该整栋房子它是铺那种楼枕的，在这个2楼的位置应该是铺的木板。现在这个楼枕全部坏掉了，所以现在我们看整栋房子从1楼和2楼它是整个串通的，就没有了2楼的地板，对不对？所以整栋房子在这边基本上如果想居住的话，要花上不少的钱重新装修呢。看整栋房子破破烂烂的，屋顶上的瓦片全部都已经散落一地，然后一些灌木丛都已经长到了屋顶之上。然后整个堂屋的位置以前还是做了一个吊顶的，这些呢都是实木板的吊顶。以前在2楼的位置还做了一个简单的粉刷，刷了白颜色的墙面。整栋房子呢是只有底下有3个房间，2楼呢也是有3个房间。然后这边呢就是堂屋的位置，房子堂屋的将近有12-13个平方左右，是比较小的一栋房子，没有多大。但是像农村呢这样的房子一家人的生活起居还是够了的。这边就是一个卧室了，然后进去的话是一个窗户，看整个窗户留的还比较大，都是实木结构的这个门窗，里面呢用钢筋做的一个防盗网。然后整栋房子里面
都爬满了这些藤类植物，从屋顶上一直长下来的，你看。然后在堂屋的侧面就是一个卧室了。现在整栋房子啊，因为没有2楼的地板，我们是不能走到里面去的。透过窗户也可以看到，整个房间呢和客厅差不多宽，然后房间里面啊长满了这些爬行类的植物，整个屋顶都爬满了。整栋房子啊，现在已经是不能够住人了。所以刚刚我进村的时候，村里面的老乡就告诉我，房子还要租吗？在村里面就有一栋房子，如果想去住的话，适当的装修，主人家都不要了，1分钱都不要，租金啊都不要，自己去装修就住就行了。那当我看到这栋房子之后啊，我想了想，这样的一栋房子改造工程太大了，让我怎么住呢？是不是啊？看整个屋顶啊，非常的破破烂烂的，基本上感觉是没有修的价值了。当然，整栋房子啊，它的地理位置确实不太好。如果是独门独院，门前有一条小溪，然后有个大的院坝，旁边有些地，那这样的房子还是值得去修的。但是这样的一栋房子呢，就建在路边，然后房子的背后呢，是一条很深的峡谷，孤零零的，也是背后无靠。住在这样的地方啊，确实挺压抑的。尤其门前呢，是一条进村的道路，平时过往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，也比较吵。所以这样的一栋房子，当年2、3万卖给村里面，谁也不要。如今1分钱不要给别人，别人也不会来维修来居住，对不对？那他们家的厨房呢，以前是建在这边的。以前这里啊是有一个灶台，就在这块，然后底下呢是一个旱厕的位置，基本上啊也是紧靠着这边的悬崖边而建的。这里呢就是一个旱厕，屋顶呢也看不到了。当时的选择啊，确实有很大的问题，花了10多万建了这样的一栋房子，没住2、3年就这样子荒废闲置。如果当时在村里面找一块比较好的地，用这个10多万去修建一栋房子，可能呢结果就会截然不同了。不知道朋友们，你们的家乡是否也出现这样的现象？兄弟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，最后呢闹得不可开交，甚至于呢反目成仇。这样的现象我相信应该是比较多的。那确实啊也是挺无奈。这期的视频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